来吧 ，MG Metagate 这家厂子新出的一款电影的3变漂移。其实说是一个3变啊，可以把它理解为2变送了一个飞机形态。但其实我一直在之前也说过嘛，3变战士本身是一个很难做的，尤其是一个电影的角色，他能把2个形态做好了就不错了。那个飞机形态确实也不咋地，而且就相当于愣垒起来的。但是车型和人形是不错的，2个小导弹的武器，这个是在车型状态下，在直升机状态下安插的，2个小背刀，还有2个大的板刀武器。接着车上还有2个倒车镜，这个是开盒以后需要自己安插一下的。因为现在嘛，大家都是没有说明书的样板架，所以所有的变形过程，所有的 UP 主都是在摸索着过程中前进的。而这款漂移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它的难度体现并不是零件步骤复杂，而是在变形的过程中，你要每一个卡扣、每一个轴都要顶到严科严的角度，你才能把它完美的密合。布加迪的这款车型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整体的一个车都是上了涂装的，这个漆面的反光效果很不错，黑色的透明玻璃，轮毂这个地方也做了非常漂亮的刻画，内圈这里也有涂装，这边发动机的刻画，后边的尾灯，而且从底盘来看吧，这辆车其实填得满满当当，零件的密度压得很瓷实。上手的话，这辆车其实分量不轻的，它身上的合金件不算太多，但就是因为零件的多和板件的厚，就导致了这个车其实挺有重量。车灯这里很漂亮，这个地方也是透明的零件里边压的那种涂漆的效果，通透的以后非常的 nice。 把这个地方撬开 Z 字关节，稍微的往长拉一点点，车灯这里拖出来，注意这个地方的卡扣边缘，还有前方这里插合的卡扣边缘，拉开，转到屁股这里，撬开这2个盖子，只是撬松就行了。哎，脱开这里以后，注意这个边缘的倒角，把这里抠一下，整体的翻开，这里有一个金属的挂钩，腾开空间。刚才我们拆开这里主要是拆这2个卡扣，然后把这2块打横，接着就要一层一层的往开拆了。注意这个卡扣这里有一个，内侧这里轮子后边跟胳膊这里连接有一个卡扣，这是锁定的位置，把这里拉松。拉松的过程中变到这个角度啊，要往下拉一点，这样去脱开这里边的一个卡扣，它等于也是一个多维度的咬合。好，接着我们把大腿往下折一定的角度，拉伸开侧面这一片，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大开大合的设计啊，感觉和之前 UT 出那个禁闭有一些类似，但又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开始折叠变形这条腿部，腿部的理解来说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 Z 字折叠，把这块腿变出来，但通过这么一长条薄薄的面板变出来武士漂移的那个腿的形状，这一块就又开始考验零件的转让了。脚丫子把这块零件让开，脚最后是变成这个形状嘛，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旋转，然后呢通过后边的双段关节让过上方这个卡扣来，跟这里旋转，边旋转边让，完全的让过来，这个时候打开了中间的这一块，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接着我们再拆，这里边有一个装饰的零件，假的这个车灯子上去了，我们旋转一下，边旋转边翻折，把它顶到外面去。上面这个小车窗半截车窗旋转180度，再翻折180度，完全的贴合在这个凹槽的里边，这个缝隙严苛严的贴进去，然后这里再往里折一点点角度，通过这个转轴旋转180度，
一个 Z 字折叠贴上来。哎，很简单的一个过程吧。贴上来的时候注意啊，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锁边，把这个锁边稍微的让一下，捏进去，卡扣扣上。接着这个下方有一个卡扣，把这里锁上，插结实了。这块我们先不要合，转动，然后跟这么扭过来，放到这里。另外上边的这个小零件呢，旋转一下，贴过来，这后边往起翻一下，翻过来以后，这里就有一个卡扣了，跟这个倒车镜旁边的这个卡扣链接，锁上。然后呢，其实这边有一个蓝色的边缘啊，在变形的过程中它自动翻进去了，把这里是小腿前方的一个造型零件定好，立起来。那么好，现在一条小腿就变完了。理解起来其实不难，就是一个 Z 字的向上攀升，但是身上的装饰零件比较多，变形需要注意。现在下方这里其实还有一些零件，但是我们不要变形它，因为空间没有挪开，不着急。接着我们继续从车头这里开始看起。这里的卡扣拆开，车顶和前方这一块解锁开，然后注意啊，翻折这一块前挡风的时候，需要把这两个角折下去，让这两个边缘腾开更多的空间，再继续翻折。我们先立到这个角度，然后往开拆腰部，把这两块完全的贴合到位。这一块车头翻下来的这半个往上旋转180度锁住。那现在我们就让开了所有的空间，大腿就能平转开了。平转开的过程中，主要是为了翻折前方的这一块，这样的空间会更大嘛。里边这里也是有一个插点的，链接一下。里外面的造型刻画不一样，这个是为了服务于腿部的一个造型。好，这回腿捏一下，造型才有了，这个是变对的效果啊。另外里边也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变形的外折这个关节，先腾开一点角度，双段翻上去，再往里撮合归位。而这个时候呢，裙甲这里其实有一个锁定，在变成车型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压瓷实了，给你们锁定。根部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弹簧的，解锁开以后，这两个侧裙甲会自动的炸开。变形到这一步的时候，翻过来车顶的内侧，前方这一块小零件要旋转180度，注意它侧面这里有一个限位，只能从这个方向单转。两边旋转一下，贴合到里边来，收纳到一个很小的空间。接着再翻转，这个地方挺紧的，往里折叠。翻到内侧来，手臂这个地方脱开，脱开，两个手臂等于是环绕在一起的，不对称式的变形。先把手臂腾开中间，我们让中间让出来。这里是一个最难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容易忽略。注意看这个地方有一个方块连通滑道的地方。根部的这个轴啊，我们先要挪开，让这个轴转横，哎，错开位置，折到这个角度啊，注意前方脖领子地位的这个卡边儿，把这个地方的脖子先折起来，腾开一些角度，然后往后折这一块的领子。这里是一个联动了，就好折下来，折成这样的一个斜着的角度，漂移的胸就隆起来了，而且刚才这两个领子的零件就归位了，贴合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这个转盘啊，上下左右的这种维度特别的多，基本上有3个维度的方向旋转。我们主要是要来回的转动它，转动到了前方以后，把后边的这个滑道解锁。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扭动转盘，然后边扭动边往前拉伸。这回拍到了，这个里边的这个方块整个的拖下去，而这个时候我们再转动转盘，这个关节贴到这个缝隙里边去，然后这个滑道缩下去。滑道缩下去是为了解锁开后边这个零件的一个旋转翻转的一个折动空间。这个时候把这个零件翻折一下，腾开空间吧。好，归到位，然后再找一找角度。我们现在把胳膊就可以顺势放下来了，而这个关节最后折到位了，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的 L 型。哎呦，好难解释呀，这个东西。我们这边再看一下吧。胳膊先拉开，注意这个转盘的转动，拖，整个的滑道拉下去，把这个地方稍微的让开一点空间，然后搓，再搓，再放下来，让这个轴这边有一个直角的夹角卡住这个旋转的轴，这个才算变形到位了。而现在呢，我们等于是把这2个方框啊，滑道已经拉下去了，拉下去以后，这一块地方的零件就解锁松了。在解锁这个步骤以后，我们要把腰部往开拉一点点。从这里看，这个卡扣卡这个洞，后边的金属挂钩，勾的是这里边的一个凹槽，所以这些地方的密合也要严丝合缝。在旋转下来的过程中呢，这2个后背的造型零件往起提一下，变成 V 字形。这个锁的步骤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必须得锁到位，要不然人形会第一个不结实，第二个，钩子完全勾上了。从这里看，金属钩完全的挂住，那这个地方就变形到位了，腰部就可以回归过来了。胸口这里的这块零件，我们腰部往下搓一下，好，把这个小方框填上去，胸口也就饱满起来。挪开这个头部的一个造型，然后把这2个零件往这儿搭了一下。漂移其实后边这里是有一个高高的那个领子的，它等于是把车屁股后边的这块零件当成了漂移的领子一个造型的刻画。这蓝色的折过来，旋转，把这里打开。我们把这个零件单独的转一下，最后呢要把这2片肩胛拼合成一个，再折叠回来卡扣扣上。好，然后手打开，手腕这个地方连同小臂旋转，这里边有一个弹簧的零件，这个也是在最后变成车型的时候，因为2个全要抱在一起嘛，这里是一个自动回弹的装置。另外的一条胳膊也是，先打松它，打松它主要是让出来这节黑色的玻璃的部分，把这里单独的翻转180度，再扣一下，然后这个零件银色的部分180度翻折过来，小臂再顺着一个旋转到正确的角度，最后呲儿往起一立，背后的小刀，过程来说呢，其实不算太复杂，步骤上面来说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在变形的过程中需要注意，需要把那些东西变到位的情况太多了。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车变人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步骤过程，人变飞机最后密合起来
难度更大。而最后的飞机在变车或者人在变车的时候，在密合的过程中，你更要找到每一个卡扣严丝合缝的准确位置，才能把它变好。但是呢，这个人形处理完的效果是真的不错呀。电影的这个造型味道都做对了，这个味儿很棒，漂亮。而且不论是涂装还有造型的刻画以及面部的这些细节处理都做得相当到位。甚至让我有点小意外的是，连漂移脖子后边的这一圈小的假领都是用真的车的零件变形出来的，它并没有用假的造型零件，又或者说直接刻画一个衣领，它是变出来的衣领。身上很多的零件都是这样的效果，它都是用变形用零件哪怕用里外面的翻转替换来实现出漂移身上的许多造型的刻画，这感觉太妙了。而且从背包来看吧，这个地方一点都不累赘，甚至后背的这些细节涂装处理花纹刻画都很精彩。胸口这里压缩的密度也是非常大的，整个的上半身这里可以说是把完全的车顶全部缩在了这地方。这么点的一个空间收纳那么大的一个车顶，刚才的变形过程可想而知。其实这两条腿就是两个车的侧面，手臂是车肚子里边翻出来的，头也是从肚子里边翻出来，所以那么大的一个车壳子最后收纳成了这么小的一个身体，甚至这个身体的曲线做的还很漂亮。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从各个角度来看，镂空的地方甚至都很少，也有啊，只是这个地方一点点的三角区域镂空。而肋下这里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从车顶前边一开始翻那个前挡风玻璃夹下去的那两个小三角区，现在斜着倒插在这个地方，把肋部这里也丰满了起来，甚至造型零件会更加的帅气。而且人形身体也能呈现出一个倒三角的姿态，真的不错，绝了！这设计是真的绝了。从车和人这两个形态下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素质来看啊，包括它在一个变形的逻辑处理的一些细节上边来看，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款玩具就到这儿吧，后边也别变了，因为那个直升机形态可有可无，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两变的战士，就当它是一个只会变车的漂移，我认为这款设计都很妙。毕竟为了还原当时的一个设定，但那个直升机形态是真的处理的不好，也不好玩，也不好看，也不好变。现在来看，这个设计也算得上在第三方的电影里边这些玩具的设计中处于一线的水准了。现在做电影的第三方厂商有挺多的，这个绝对是属于上流水平，设计很棒，人形很出彩，车型在人形的转换过程中，许多零件的妙用啊，基本都是里外面的转换，真零件的实物变形。这个让我觉得最爽的就是胸部的堆叠。其实来说啊，电影的角色，尤其是电影版的漂移，无论是4还是5，这个头雕刻画都是最难的。之前吧，我们也玩过一些电影的官方出的这些漂移的角色，脸刻画的如果想刻画好了真的不容易。而这一次的这款漂移呢，大家觉得怎么样？脸颊两侧的装甲是可以有关节的，这个地方上边有一个关节可以折叠，头上的刺刺也是可以折叠的。这张脸其实我觉得还挺帅的，而且仔细看瞳孔里边光学镜这个地方也有勾勒和刻画，甚至啊瞳孔和光学镜里边的涂装还不一样。这个漂移做不了叶问蹲，大腿这个地方往上抬的话有一点局限的幅度啊，但是它可以双膝盘坐，而且是那种大盘。咱们说这个盘腿而坐啊，有小盘有大盘，这个就属于那种大盘膝。而且这种盘膝而坐还挺符合漂移这个设定的。这个双膝跪地，类似于这种土下坐的这个姿势啊，做得很好。
甚至自带轮椅，跪在地上还能滋儿滑过来，3次，滋儿再滑走。一场无情的大火摧残了我的家园。好，下一个事情就是借错的事儿了。漂移卖刀，插标卖手之辈。这个身高差不多是一个配 MPM 身高的一个尺寸。你看放在44旁边也挺大的了，说实话。首先从胳膊编起吧，把这个地方我们先拆开它，然后旋转180度。这个地方就注意了，这里银色的零件打开，然后呢，这里有个盖子，打开。接着我们要把这个零件旋转一个180度翻下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中间枷锁的零件。再把这盖盖上。好的，然后往开折，往开打，注意这个地方的玻璃。这个折的时候啊，先把这一块折开，再折这个角度，折到位。把这块的前边的玻璃拼起来，然后胳膊双折叠放在这里，旋转180度。那这个时候露出来的这些卡扣，就和驾驶舱的这些玻璃插合在一起。好，从这边看就是这样的，顺着这半截旋转180度，然后打开这个地方，折动一下，把这一块先打开。好，差不多放到这儿，双关节错过来，这回差不多，因为手心要冲外啊。这是一个很变态的过程，因为手掌也是要变成直升机机头的部分。好的，接着我们把这两个小立领旋转一下，头上面的这个造型零件我们压下去，这个时候考验空间想象力的就来了。这个关节啊，掰一掰，然后把这个转盘，我觉得得拖出来，因为拖出来的空间会更大一点点。好，脑袋就放在这儿吧，稍微的挪一下，稍微的把这个根部的关节，往上抬那么一下，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中间的这里卡扣密合起来。注意两个手臂中间一个卡扣，上边的玻璃位置和中间银色的零件，假装跟它们遮一下，放在这儿吧。接着裙甲从后边翻开这一节，然后再往起翻这半个裙甲，尾部的这个螺旋桨就出来了。再一个 Z 字折叠，把这块拉长。然后呢，往下伸的时候啊，注意这根部这里还得往出拖，注意这个裙甲不要挡到。再往出卷一下，中间把这个合金的轴卷出来。好。然后这里的滑道推进去，然后把这个腰部旋转180度，注意看一下里边的零件不要绊到。OK， 翻到这一侧来，腿部这个时候就可以往回变。注意看一下这两只脚板左右是个不对称的，一边是有卡扣的，一边是没有卡扣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没有卡扣的，通过这个合金的双关节压进去，翻转到这边，藏在中间这里，旋转一下，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洞洞，跟这个脚后跟的桩子连接。然后左右两条腿闭合插在一起。其实现在基本是属于变完了的，我们现在其实就需要把上下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炒。但问题就是啊，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调整了。需要调整的位置主要是这两个卡扣，我们要对准手臂下方的两个窟窿，腿里边的这两个卡扣需要对准胸口刚才暴露出来的两个洞，插在4个结合位点。直升飞机的大体的框架是有了，我们再需要折叠一下翻这两个零件，其实不用翻啊。把这个零件拆开打横，然后我们拿出来这两个大板门刀，这一块折叠下来，两个小刀横插过来，这是螺旋桨，4片翼的螺旋桨。但是可惜呀，这个直升机的螺旋桨太短了，如果里边有一个伸缩是什么的，能把这个刀刃拉长一点，可能还更好看一点。现在的不好看。另外的一片板门刀从中间一劈很紧，然后把这个握把折一个90度上来。这里需要找的是里边的这个卡扣，然后通过这个折叠，前方的扣子跟这里再结合上。直升机的起落架，插进去，这一头再固定在这儿，怼上。最后嘛，还有2个小导弹，这也是刚才我们翻起来侧面这个零件。把这里插上，可以说愣堆起来的，很概念的一个直升飞机。但还是那句话，3变战士，我觉得可以容忍有一个形态垮掉，那直升机就是那个垮掉的形态了。其实电影里边所谓漂移的这个直升机形态啊，也就登场那么几秒钟，那么一变，哒哒哒哒飞走了。而且本身来说，这个直升机就没有什么现实中的一个原型吧，应该就是一个概念机啊。当然，很多的玩家，尤其是电影的热衷粉丝们，更想看到这一款漂移能把3个形态都解决好。但想一想，如今的这个技术难度确实也太难了，因为它在整个的从车变人的过程中已经用到了很多的里外面翻转的零件转换技术。那再想实现出来里外面再翻转，去变一个直升飞机的外装甲，那必须得有3个面，那就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能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补件盖一个，比如说这块包一个壳上去，那就脱离了变形金刚应该有的味道了吧。